我说3年前，温朝给姜氏新任家主下的邀约书，你以为公子是如何落入他手的？他是替你去赴的约，否则今日躺在这里痛不欲生的人，该是姜先生你才对。而你现在是要看着他因为延误治疗出事吗？姜成一下子愣住了。当年温氏作祟，父母含冤而死，姜氏重担一下落入姜成一人手上，而被温氏欺压已久的集团早已是烂摊子一个。他要重新建起，就不得不看董事局那班老古董的脸色。彼时温氏真是动手就可以彻底整垮语意重挫的姜氏，而温朝在那时邀他，无疑是摆了鸿门宴等着人上钩。温氏靠着政坛上的实力，可以悄无声息地给姜成父母安上莫须有的罪名。而那一次已是家主的姜成，若真的去赴约，必定是羊入虎穴，指不定对方安排了什么脏水，只等泼到他身上，再来个百口莫辩，云梦姜氏便再无翻身之日，还要背上千古骂名。可即使知道前方陷阱重重，彼时的姜成若是真的接到这一封请柬，也不能不去。他不能给温氏发难的机会，当真进退维谷。魏无羡并没有让他陷入这番两难境地，他拦了那封请柬，没让他出现在姜成眼前，只身一人替姜成赴了约，这才有了后续长达1年的失踪。姜成当时只以为是他魏无羡又不识好歹逞英雄，非要去闯狼窝，最后弄得半死不活，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也曾心比天高挥斥方遒的魏无羡为什么会甘于堕入黑道，甘于被人戳着脊梁骨辱骂而不予反驳。从开头就错得离谱，他却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温情见他正愣在旁，这才找到机会进了急救室。等他将病人情况控制住，才摘下口罩，如实的将魏无羡的实际身体状况一一告诉了姜成。今天这样的情况太危急，他想过了，无论如何，魏无羡身边都应该有个人知道这些事，而姜成今天的反应更让他明白，有些事必须要说清楚。魏无羡昏睡了一下午，他就在他床边坐了一下午。从最初的难以接受，到后来的冷静理智，再到最后的自嘲苦笑，魏无羡难得有了几分韵色。我不是说过不能让我知道？姜成接道，你还打算瞒我一辈子啊？谁给你的权利让你替我选择？你真的以为你是什么大英雄吗？来解救我等小民？魏无羡被他噎得没法理直气壮，只淡淡道，如果你出事，阿姐怎么办？姜氏谁接手？你别忘了，我终究不姓姜，姜氏的脉在你身上。更何况我答应过于夫人，死也要护着你。魏无羡牵着嘴角笑了笑，你看现在我没死，你和阿姐都好好的，姜氏在你手上又重新活了过来，这就算完成他的遗愿了。姜成在开口语气里却是掩不住的悲伤，你既如此重诺，就应该记得小时候你答应要做我的左右手，扶持我，帮我管理姜氏，这句话还算数吗？魏无羡眼里浮现出一丝笑意，仿佛看到了年少无知时2个小孩光着膀子坐在船上，嘴里边啃莲蓬边不着调的跑火车，跑了一句又一句，却唯独这一句话他是记在心里的，可失意是意。他无奈道，只怕有心无力。姜成蹭地站起来，什么有心无力？这种丧气话以后不许再说，我给你找最好的医生，国内不行就找国外的，我就不信治不好。还有，你今天就得跟我回云梦，我已经给阿姐打过电话了，她明天一早就来接你回去，至少给我休息1周。不行，我要陪着蓝湛，你自己都泥菩萨过河了，还想着蓝忘机？放心，他有他大哥照看，出不了事。倒是你姜成见魏无羡一脸不情愿，只好下了剂猛药。你要是不听我的，我现在就把实情告诉蓝忘机，看看他会作何反应。魏无羡被人揪住了尾巴，只好让步，3天，最多在家里待3天。你不等姜成反驳，魏无羡抢道，我是病人，你再这样欺负我，我就告诉姐姐，你看看他站哪边。姜成拿他没辙，甩下一句，你就做吧你。魏无羡抱着肚子滚回被窝，心想可不得使劲做，以后恐怕想做也没机会了。魏无羡被姜艳离当成小猪养，每天一觉醒来唯一的任务就是吃。这并不是说他胃口变好，相反倒是一阵一阵的，上一刻对着土豆炖牛肉捂嘴吐，下一刻又对牛肉干发馋。姜成好脾气的开车去超市买回了一大袋各种口味的牛肉干，魏无羡拆了1包吃了2块就不碰了，
又开始闹着要吃薯片。这种毫无营养的垃圾食品一早就被蓝忘机明令禁止，以至于他都记不清上一次吃到薯片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他原以为离开蓝湛的视线就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没想到江燕离一本正经地坐下来和他分析了一下油炸食品里哪些成分会对宝宝产生不良影响，哪些成分会导致发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结果就是魏无羡想吃也不好意思说出口了。江澄一看他那副不甘心的模样，就知道他在想什么，转回厨房把和牛肉在一起炖的烂熟的土豆一捞出来，摆到他眼前，有理有据道：“那都是土豆，只不过处理的方法不一样，将就将就。”魏无羡瞪了他一眼，还来不及反驳，又捂着嘴冲进厕所了。江燕离闻声赶来时，魏无羡已经吐完，脱力一般的靠在墙上，脸也白得瘆人，眼里还包着一汪生理眼泪，惨兮兮。江燕离二话不说，把一旁看热闹的江澄劈头盖脸的训了一顿，并罚他今晚不许吃饭。江澄也不知道魏无羡这病态有几分是真的，又有几分是纯粹恶作剧，把人搞成这样他也不好受，病号最大，只得认怂道歉，对不起。刚说出口，就看见魏无羡投来一个得逞的小眼神，不等江澄揭穿，那人又迅速恢复一副凄惨模样，与江燕离诉苦：“姐，我还是很难受。”江燕离很是心疼，当即决定把江澄今晚的夜宵也取消了。江澄气鼓鼓的跟在身后追问：“那我晚上吃什么？”江燕离头也不回道：“喝西北风去吧。”是夜，江澄站在阳台上，喝着西北风啊，不是，是沐浴着初秋的晚风，操着一口流利的法语，打了一通越洋电话。最开始还算心平气和，到后来几乎要对着电话那端吼起来：“我就不信3年前的病毒到现在都没研究出个所以然，少他妈给我扯基因分子结构，老子不懂。病例我都1/5、1/10的调过去了，我就问你能不能治？”得到的回复显然不是他所期望的，于是挂完电话还不忘用中文隔空骂对方一句废物。屋里暖黄的灯光下，江燕离不住的往魏无羡碗里夹菜，魏无羡手上的饭碗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他拿着筷子漱饭粒，吃得极慢，偶尔抬头迎上江燕离关怀的目光，硬着头皮多塞那么几口。江澄知道他演得很辛苦，他迎着风叹了一口气，现在就算把饭放到他眼前，他也没心情吃了。回江家的第3天，江澄连劝说带威胁，把魏无羡拉出了家门，带去了一家私人诊所，无非就是那些繁琐徒劳的检查。魏无羡全程冷漠脸，只想快点搞完好回家睡大觉，顺便等着二哥哥上门。蓝湛今天可是要来接他回家的。最后得到的结论无非就是4个字：无能为力。走出诊所的时候，江澄的脸阴沉的能挤出水来。